大家好，我是电脑阿达。那经常看阿达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对迷你电脑像是掌机啊、小电脑啊，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。尤其是玩游戏专用的 Windows 掌机啊，我更是买了一堆啊。其中阿达之前开箱过一款被我骂到臭头的奥克，那台掌机不管是规格、效能，或者是它游戏的表现，我必须诚恳且负责任的说，他们都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完全不负责任的原厂啊，毁了这台掌机的所有正面评价。所以啊，买东西啊，真的不是只能看规格跟价格，是否有代理商，我觉得啊，反而更重要。不然你买了一台非常贵的机器，后续没办法维修，它也是个高贵的垃圾。那今天为大家开箱的这一款呢 ，Aya Neo 2，它有着比奥克更好的设计、更强的性能释放，还有更小巧的机身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台湾有代理商，而且它还有送保护壳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，开箱。最上面就一个 Aya Neo 2，简单的介绍跟说明。这现在不是台版的，到时候看应该有台版的。注意事项，就跟 Aya Neo 之前的传统一样，都摆得非常的整齐美观。但是这边都写啊，是电源转接头啊，数据线啊，都写得很清楚。这是传输线，它有7的转接头。这一颗呢是个65瓦的供电器，然后譬如说你去欧洲啊，去哪边玩，可以带的变压器，其实带个 PDS 转接器就可以了。就拆完之后把它密封回去的。它没有给 Type A 的连接户，不像奥克是有的，所以它是给2个这个，也算贴心了。其实现在这种转接头很多，所有的配件呢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，阿达先简单回复一下一些网友常见的一些提问。有些人不懂 Windows 掌机到底在干嘛的。简单的说，它就是把笔记型电脑做成类似像掌上型游乐器的 PC， 比传统笔电或者是游戏掌机啊更容易携带，或者是更多功能。你可以使用 Windows 掌机来执行笔电上的所有工作。原本在电脑上可以玩的一些像串流影音啊，在这台掌机上全部都能做。而这类型的 Windows 掌机跟现在非常流行的 Steam Deck 不同点在哪边呢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内建的系统 Steam Deck， 它是使用自己魔改过的 Linux， 主要的界面啊就是以游戏机的思路出发。你可以看它的界面都是方块形的，有点像 Switch 那种操作方式。虽然说啊，它也有桌面模式，由于它是 Linux 的界面，所以软体相容度跟你操作习惯就跟 Windows 系统差非常的多。当然啦 ，Steam Deck 也可以去装 Windows。如果你还要搞双界面的话，那就有点技术门槛了。好，我们先过一下 Aya Neo 2的一个基本配置。它搭载一个7寸1920×1200解析度400 nits 亮度 IPS 萤幕，机身尺寸为264.5×105.5×21.5厘米，比奥克整整小了一大截，也比 Steam Deck 还要迷你且好携带。处理器部分则是搭载目前高阶掌机主流使用的 AMD 6800U 处理器 ，Radeon 680N 内显。记忆体部分则是搭载6400 MB 的 LPDDR5 记忆体，它有16GB RAM 跟32GB RAM 两种规格可以选择。那 SSD 部分呢，则是有512到2TB 的容量，看你的预算还有你的需求而定。由于游戏可以直接装到记忆卡里面，除了启动的时候会比 SSD 慢一些以外，游戏进行中，老实说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异。而且记忆卡还有个保护盖的一个配置，所以说 SSD 你不一定要挑到2TB 那么大，个人建议512或1T 就够了。那在它的机身顶端配置了2个 Type C 的全功能接口，其中一个支援 USB 4.0 规格，甚至还可以连接外接显卡来玩电动，也配置了一个支援 Windows Hello 指纹辨识的电源键、音量键，还有散热孔。它的左右两侧除了尖键以外，还有可以自定义的 LC、RC 按键。左右尖键呢，则是使用霍尔板机，按压行程约7.5厘米，可达0.09厘米的按压精度。在它的机身下方则是配置了一个 USB 4.0 Type C 的接口，3.5厘米的耳机孔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 microSD 记忆卡插槽。那在它的机身上下两端都有麦克风可以收音，所以你玩电动对战的时候，还可以跟队友进行通话。左右两侧则是立体声喇叭，音效表现非常不错。
那在左右两边的摇杆设计部分呢，跟 Xbox 的摇杆一样，采用错位式设计。不过按键的位置比较不太一样，视图键跟选项键移动到左下角，右下角则是有 iSpace 快捷键跟桌面切换键。摇杆部分则是采用霍尔茨感应摇杆，号称不会偏移，也没有死区。机身背面则是配置了散热孔，左右两边则是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的隆起。官方号称是参考婴儿睡姿而得到的灵感。长时间游玩并不会觉得累。不过它的背部如果再加上一个隐形支架的话，可以放在桌面上玩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可惜没有。颜色部分呢，则是有黑色跟白色两种颜色可以选择。另外 RNIE 2也搭载了线性马达，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机身的震动感相当的明显，而且它有双陀螺仪，在一些支援体感的 FPS 游戏里面，还可以直接拿来瞄准操作。对于老游戏部分它的支援声音震动的功能相当有趣。软体部分呢，搭载 RNIE 独家的 iSpace， 除了可以很直观的调整画面解析度，也可以一键选择功耗输出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过瘾，你可以透过内建的 Pro 模式，由3瓦调到33瓦都没有问题。长压 iSpace 键还可以进入首页，里面会陈列各种你常玩的游戏。你也可以自定义一些常用的一些软体捷径。游戏库它则是会跨平台列出，说你已经安装了游戏。也可以直接设定按键对应的快捷键功能，还有它摇杆左右两边的灯效等等，都可以在那边设定。其中有一个功能叫速开，它预设是关闭的，阿达建议大家要记得开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NIE 2的效能表现。AMD 68006的表现自然不用我多说，应该是目前地表上最适合移动掌机的处理器。那阿达手上这 RNIE 2呢，它的配置是32GB RAM、2TB 的 SSD， 是满血规格的版本。那它的 SSD 呢，读取每秒最高到7090 MB， 写入最高每秒也有6842 MB， 速度表现非常的优异。这个 Bench 测试呢，单核是1480分，多核是7138分，这是22瓦的表现。那Cinebench R23呢，单核成绩是1453分，多核是92151分。以 PCMark 进行测试，在11瓦功耗下测得4650分，那15瓦有5501分，22瓦是5888分，33瓦则是到6415分，延伸办公场景则是5573分。3D Mark TimeSpy 测试呢，那 Fast Try 呢，11瓦是3211分，15瓦是5177分，22瓦是6170分。33瓦则是6642分，以掌机来说非常厉害。那看完跑分其实它也不代表真实的游戏表现。阿达也测了几款目前主流的3A 大作成绩，极速地平线低画质设定，在11瓦它有28帧，15瓦是49帧，那22瓦呢是58帧，就已经几乎到60帧了。古墓奇兵暗影1920x1200低画质，11瓦平均为18帧。15瓦为29帧，22瓦是42帧。如果你把解析度降到1280x800，在低画质的表现下，11瓦平均27帧，15瓦45帧，22瓦就已经到62帧了。碧血狂杀2，它在1920x1200年的低画质底下，11瓦平均为17.72帧，15瓦为28帧，22瓦为37.1帧。那如果你把解析度调到1280x800的低画质的话，11瓦平均有27.43帧。15瓦45帧，那22瓦就58.1帧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能黑洞 Cyberpunk 2077 1920x1200年的解析度，低画质11瓦平均为10.49帧，15瓦是18.76帧，22瓦是25.2帧。如果你把解析度开到1280x800的话，11瓦就有23.8帧，那15瓦就有41帧，22瓦则是55帧。如果愿意关一些特效的话，它会更流畅。看完以上的测试大家应该有感觉到15瓦跟22瓦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更别说你要调到33瓦了。你日常玩游戏用15瓦已经能够在1920x1200的状态下顺玩游戏了。如果你还要更顺的话，你只要把解析度调到1280x800，再开个 FSR 或 RSR， 你就可以在15瓦的能耗上取得非常好的画面表现。如果你有买底座或外接 Hub 接键盘滑鼠的话，你开到33瓦，几乎能够很愉快的顺玩市面上大部分的3A 级游戏。更别说用模拟器来玩各种怀旧游戏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。那我自己也测试过像这样子的配置你如果去串流 Oculus Quest 2去玩 PC 端的 VR 游戏，它是可以玩的哦。如果你口袋够深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个外接盒来接显卡来玩。续航部分 RNIE 2它搭载50.25瓦时的电池
依照 TBT 的设定不同啊，续航表现也差很多。如果你用11瓦功耗的话，大概可以玩3小时左右；22瓦或33瓦，则是大概1个多小时，你就必须要充电。那整体来说啊，Air Neo 2它的确是目前掌机类型的产品之中啊，平衡度做得最好的产品之一。适中体积跟重量，让它做到啊，你会很乐意带它出门的使用程度。加上啊够用的效能跟高解析度，搭个蓝牙键盘完全可以当做外出小笔电使用。玩游戏的表现也超越大部分的一般笔电。最重要的是呢，Air Neo 在台湾有代理商，有任何售后服务啊，都有厂商可以帮忙处理跟维修。不像阿达自己上国外募资或淘宝买的那些机器啊，真的要赌人品。Air Neo 在中国不管是服务或售后，都是相当有口皆碑的。买个安心感呢，老实讲，真的非常值得。你后续要脱手都容易太多了。那有些人问说，为什么 Air Neo 在台湾的地价比中国高？这部分呢，我个人认知跟厂商回复啊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任何的产品进台湾都要送检，这本身就是个10几万的成本。另外呢，你要做代理，还要准备一些维修料件，还要请售后服务的一些服务人员，还有修机器的维修人员，这些啊都是要钱的。那水货商或者是你淘宝买的呢？他不负责保固，当然就没有这些费用啊。另外啊，Air Neo在海外的定价是他们总部那边规划的。就我知道，日本的定价卖的比台湾还要贵。那韩国跟美国啊，其实跟台湾的价格差不多。所以你说真的特别贵吗？见仁见智啊。好，我是觉得保护比较重要。那现在呢 ，Air Neo 2在台湾也开始预购。如果你现在想以之后市价更甜的价格入手的话，我是觉得现在预购你就可以先入手了。相信我，保固跟售后真的非常重要。我是电脑阿达，如果喜欢这段影片的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